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朋友们，都3202年了，如果不是被曝，我是真的不敢相信，真的会有父母亲手杀了自己刚刚出生的小孩，然后冻在自家正常使用的冰箱里长达5年之久。最要命的是，这家人居然没有其他一个人发现，就这么一家人悄咪咪的和2个婴儿的尸体在一个房间里共同生活了5年。关键问题是，这个冰箱家里人还在正常使用，真是要了命了事。不光是杀人的心大，这一起生活的人心更大呀。或许你会以为这只是一个个案，或许是杀人犯的精神有问题，但现实又狠狠地给所有人一记耳光。根据韩国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7月10日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7月7日下午5点，韩国各地方政府共接到1069起幽灵婴儿事件举报，正在对其中的939起进行侦办，确认34名婴儿已经身亡。印象中，韩国近几十年的人口一直处在负增长。翻到相关的报道，由于生育率下降，学龄人口减少，韩国今年约有147所小学没有招到1年级新生，高于去年的121所。韩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年级的学生人数为37.94万人，比2年级的学生人数少了10%。今年另有140所小学只招收到1名1年级的小学生哦。其实从去年2022年开始，就已经有136所小学无生可招了。这就奇了怪了，一边是人口急剧减少，上学的小朋友都招不到了，一边又是生了的孩子又不养，直接弄死冻到冰箱里。这乱七八糟的神操作到底是为哪般？话不多说，鼓励大象马上开始。节目开始前，先来解释一下前面所提的幽灵婴儿是什么意思。所谓幽灵婴儿，是指仅有医院出生记录，但未在韩国政府民政部门做出登记的孩子。目前，这些涉及幽灵婴儿的1069起案件中，死亡人数已增至34人，其中11人有可能已被杀，19人的案件已无犯罪嫌疑人结案，另有4人被查被亲生父母所杀害。犯罪嫌疑人已被移交韩国检方。6月初，根据韩国先驱报援引韩国监察院的数据报告称，在2015年至2022年出生的婴儿中，共有2236人出生后没有登记。这次事件的爆发最初起因是接到相关通报的韩国水源市厅试图通过现场调查了解相关的情况，但遭到当事人高某的强烈拒绝。水源市厅感觉事状过异，便委托水源警方对高某住宅进行搜证。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水源警方在高某一家5口居住的公寓内，家里唯一的一个冰箱里发现了2名婴儿的遗体。发现时，2名婴儿的尸体是用布和塑料袋包裹后放进冰箱的冷冻室内。估计你也注意到了，水源警方在冰箱里发现的2名婴儿的遗体，警方在排除了是同时出生的双生子之外，查证确认了冰箱里的2名婴儿的遗体都是被高某亲手所害的亲生儿。当地时间2023年6月23日，高某被捕，他被指控谋杀了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出生的2名婴儿，并将他们的尸体存放在位于水源市公寓家中的冰箱内。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高某与其丈夫2018年前已经育有2女1子，大女儿12岁，二儿子10岁，3女儿8岁。2018年11月3日下午2点生下女儿，并在第2天将其带回家中后勒死。2019年11月19日，他又诞下1名男婴，并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用同样的方式杀死了婴儿。高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陈述说，因为经济困难犯下了罪行，对丈夫说了谎，说我堕胎了。高某丈夫也表示，虽然知道妻子怀孕，但他以为她已经堕掉了，没想到妻子把孩子杀害了，他完全不知道冰箱里放着孩子的尸体。警方对主张自己并不知情的丈夫进行追查。先不要说2人早年间就已经育有3名子女，就说后面的这2胎，高某丈夫说不知道高某曾生育2胎的事实。况且婴儿尸体就被冷冻在家中唯一的冰箱中，5年来竟然没有一位家人发现，我怎么就这么
么不相信呢？看来韩国男人是真的不做家务事儿啊。根据韩媒的报道，高某及其丈夫都是呼叫中心的普通呼叫员。事情发生后，两人被迫辞职。一家人原本生活在一处半地下住宅里，后来跟随公婆搬到了水源其他地区的公寓内。2022年12月才搬到现在所居住的公寓。高某被捕后，主动向警方交代说，他在生4胎之前的1年，曾在水源市另一家妇产科接受了堕胎手术，手术费用是250万韩元。这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费用负担，因为不想给丈夫带来负担，所以进行了隐瞒。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在2018年高某生育4胎的出院单上有其丈夫的签名，涉事医院则表示有可能是本人代替丈夫签了名。故事讲到这里，或许你的心中已经有了许多的疑问，既然这么不想要孩子，那就事前戴个套嘛，哪怕是意外怀上了，也可以去人工流产啊，流产来不及生下来了，不想养也可以送人啊，何必弄死2条小生命呢？别着急，这几个问题咱们慢慢来，一个一个的解决。戴不戴套的问题，这个嘛，可能是他们夫妻压根儿就不喜欢戴，或者是韩国人没有戴套的习惯呢，又或者他们嫌麻烦，反正他们就是没有戴。这个问题先 pass。意外怀上了，可以去做人工流产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有去查阅相关的资料。资料显示，早在1953年，韩国刑法制定之初，围绕着草案中的堕胎罪条款，韩国国会内部存在着争议。有议员认为，女性经济活动增加、人口需要控制等情况下，允许堕胎是有必要的，并提交了删除堕胎罪条款的修正案。然而，大部分意见还是认为堕胎无异于剥夺婴儿的生命权，且不利于人口增长和社会风气。换句话说，2019年12月前，在韩国怀孕的妇女去堕胎，基本都是违法的。几十年来，韩国政府对堕胎的态度的变化，始终取决于生育率的高低，而不是女性对掌控自身身体的诉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4月，也就是在美国拉巴马等多个州通过限制堕胎法案的1个多月前，韩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宪法法院裁定，韩国刑法中的堕胎罪相关条款不合宪。宪法法院在判决书中就违宪和不合宪法意见的原因指出，这2项条款违背了禁止过度原则，侵犯了怀孕妇女的自主决定权。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高某宁愿顶着如此大的风险杀死自己的亲生儿，放到冰箱里也不能去堕胎的原因了。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选择，已经生下的孩子自己不想养，或者没有能力去养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去送人呢？答案是可以的。2012年前被遗弃的孩子可以单独上户口，只要进行出生登记就可以被领养。但是大家要仔细听一下这个但是，2012年修改领养特例法后，必须由父母亲自办理出生登记后，才能将孩子送去领养或福利机构，这样亲生父母就会留下记录。因此，那些不想留下记录的父母，只能选择将孩子抛弃，或者直接变成幽灵儿童。水源冰柜弃婴案被曝后，引发韩国民众舆论震动。韩国政府自6月28日起开始彻查幽灵儿童，多起弃婴案连续被曝。2019年4月，在首尔以南139公里的大田，一名母亲在生下孩子后疏于照料，3天没有喂养孩子，导致孩子被饿死。日前，此人已被紧急逮捕。根据警方所述，该名女子4年前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离开了前男友，后在大田一家医院独自生下孩子，并未向当地政府报告孩子的信息。目前，婴儿尸体尚未找到。嫌疑人曾说，他把孩子埋在当时住所的附近，但随后多次改变说法，告诉警方不同的地点。2023年7月2日，韩国庆尚道警方称，已向一名20多岁的男子和一名30多岁的女子发出逮捕令，原因是他们勒死了自己的孩子，并将尸体丢弃在庆尚南道聚集附近的一条河里。2022年9月5日出生的孩子，这对夫妇最初声称9月9日发现孩子死在家中，他们因为经济拮据，负担不起火葬费，自己埋葬了孩子。
还没披露，在这对夫妇的罪行被发现前，当地政府发现该夫妇没有为婴儿进行出生登记，并向警方上报孩童失踪一事。随后，在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中，男子承认了自己勒死了婴儿，并试图将尸体埋在荒野之中。随后，警方在海岸警卫队的协助下找到了婴儿尸体。关于为什么这些人在婴儿出生后要选择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自己亲生子的原因，或者你和我一样感到困惑。特别是这个事情发生在素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发达国家韩国。或许韩国朝鲜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金允信在今年5月发行的期刊上所论述的内容会给我们指明方向。金教授对2013年至2021年遗弃婴儿和遗弃婴儿致死等共91宗案件为例进行分析，其中高达13宗婴儿的产妇年龄为20至29岁，占比高达65%。其次是30至39岁为3宗，10至19岁占到2宗，40到49岁占到1宗，未婚怀孕生产占18宗，已婚占2宗。已婚夫妇弃婴案例的其中1宗为孕妇在不伦关系下所生产的子女，另1宗案例则是因为妇女和丈夫的经济条件不理想，此前他们已经有2次的弃婴记录。调查指出，通常孕妇及其家庭成员选择弃婴、杀婴的原因有2种以上，其中最常见的原因为怀孕生产的事实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其中最多的是孕妇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怀孕生产，其次是继父、配偶、其他家庭成员。至于因经济条件不佳而选择弃婴的案例则占到8宗。另外，警方在侦办相关案件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京畿道龙仁市40多岁男子 A 某，也就是婴儿的生父，60多岁的老妇人 B 某，也就是婴儿的外祖母，在婴儿生母不知道的情况下，于2015年3月将男婴抱回住处1天而导致死亡，之后将男婴弃尸深山。警方调查后发现 ，A 某和 B 某很有可能是因为孕妇曾接受过健康检查，发现男婴极有可能罹患唐氏症等遗传性疾病，因此才早先一步将男婴杀害。根据上面金教授的调查，我们赫然发现，经济困顿和外遇居然成为韩国产妇弃婴的主要原因之一。6月，韩国监察院确认了全国有2236名婴儿存在没有进行出生申报的情况，加之接连不断的幽灵儿童受害事件的查明，韩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出生申报制度的立法问题。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根据韩国目前的出生登记系统规定，若婴儿没有进行人口登记，弃婴案甚至杀婴案都很难暴露。韩国居民登记法规定，父母必须在婴儿出生后1个月内进行人口登记，但若违反规定，也仅被处以罚款。同时，医疗机构也无需向行政机构通报婴儿出生的事实。为了弥补出生登记系统漏洞，6月30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意味着韩国出生通报制度将被写入法律。出生通报制度就是为了防止幽灵婴儿的出现，医疗机构通过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向地方自治团体通报出生信息的制度。在投票表决中，共有266票赞成，0票反对，弃权1票。通过实施出生通报制度的家族关系登记法修正案规定，从婴儿出生起14天内，医疗机构必须通过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向地方自治团体通报婴儿的出生信息，再由地方自治团体进行人口登记。此外，还规定，若父母在婴儿出生后超过1个月未对其登记，地方政府负责人需在7天内通知产妇登记。若产妇仍未登记，对方自治团体负责人可在获得法院许可后为婴儿登记。修正案从公布日起1年后施行。不过，医疗机构未通报时的处罚条款并未另行规定。通过出生通报制度，可以避免在医院出生的婴儿变成幽灵婴儿并遇害的悲剧。考虑到医疗机构以外的地点，出生婴儿难以准备出生材料的情况，此次修正案还包括了通过消防队救助、救急日志也可以实现出生申报等内容。现在我们回到节目的开端，在韩国发生类似的案件
法律是怎么判的？韩国刑法规定，杀婴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而被判谋杀罪的人最高可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至少5年监禁。根据韩国媒体最新的报道显示，6月30日，韩国京畿道警察厅以谋杀和藏匿尸体的罪名，将水源冰柜弃婴案嫌疑人移交给检方。很明显，韩国京畿道警察厅是以更严重一些的谋杀罪对其进行犯罪定性，如若成立，高某最高可被判处死刑。有句俗语是这么说的：“虎毒不食子”，意思是说，老虎虽然凶猛，尚且不吃虎子。比喻人无论如何狠毒，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但这次韩国连续被曝的幽灵婴儿事件，确实刷新了世人的三观。一个和平的年代里，一个发达富足、国民出生率连续负增长的国家里，连续出现幽灵弃婴事件，值得所有人沉思。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顺遂。